公元705年的洛阳集仙殿，药味与沉水香交织出浑浊的气息。81岁的武则天枯瘦地躺在病榻上，身前跪着涂脂抹粉、面如莲花的张易之与张昌宗兄弟。夜深了，请您闭上眼放松身心，点个订阅或留句吉言。今夜让我们拨开史书里秽乱宫闱的血腥与脂粉气，时光倒流几十年，回到权力与欲望最初交汇的那个午后，去窥探大周皇朝华丽长袍背后的隐秘。那是唐高宗李治刚刚驾崩的大明宫，漫天的白帆在长安城的倒春寒里翻滚出惨白的海浪，整个宫廷的太监与宫女都换上了粗糙的展衰麻衣，所有人都把头低到胸口，生怕一记重一点的呼吸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此时的武则天还只是大唐的皇太后，她端坐在那把雕刻着盘龙的玉椅旁，手里捏着一枚冰冷的玉玺，阶下站着她懦弱的儿子李显与李旦，还有裴炎、狄仁杰那些眼观鼻鼻观心的朝廷老臣。他们的目光看似恭敬地落在地面，但那一双双藏在宽大袖袍里的手，无一不在暗中试探着新秩序的边缘。那个唤他媚娘的男人永远闭上了眼睛，带走了这座深宫里最后一丝属于丈夫的温存。夜晚降临，铜镜里的烛光摇曳，他静静端详着鬓角生出的第一根白发，手指在冰凉的青铜镜面上缓缓划过，案头堆积如山的奏折像是一道道催命的符咒，无声地提醒着他，这片庞大的礼堂版图里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这个寡妇。感业寺里的青灯古佛不曾让他觉得如此寒冷，但此刻这太极殿的空旷却让他的骨缝里渗出阵阵阴风。他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能把皇太后这具沉重枷锁暂时卸下的地方。在这个满朝文武都在暗中角力的当口，一个散发着市井汗酸味的男人被高宗的女儿千金公主秘密带进了后宫。此人名叫冯小宝，是洛阳街头一个靠兜售草药卖大力丸讨生活的无赖。他不懂什么是天地君亲师，身上只有在泥水里打滚淬炼出的蛮横与未经驯化的粗糙生命力。千金公主那双看透了宫廷倾轧的眼睛，精准地捕捉到了皇太后厚重礼服下那股被压抑的饥渴。这是一场豪赌，也是一次将身家性命系在裤腰带上的政治投资。那是一个连鸟雀都不敢靠近的封闭暖阁，门外的内侍被退到了10步之外，连倒影都被宫墙的阴影吞没。武则天隔着一重重薄如蝉翼的娇绡纱，目光穿透袅袅升起的香烟，落在这个跪在青砖上的壮汉身上。冯小宝不懂得收敛目光，他微微抬起头，眼神越过地上繁复的牡丹第一，直直地撞向纱帐后的影子。那双眼睛里没有文臣的算计，没有宗室的畏缩，只有纯粹的野兽般的热烈与直白。这股不属于大明宫的雄性气息，像一柄粗钝的生铁刀，劈开了宫廷里长久以来的阴冷与死寂。人留下了，但天危难测。一个市井男宠堂而皇之的出入太后寝宫，无异于将最致命的把柄递给那些虎视眈眈的宰相。于是皇权那荒诞而恐怖的创造力开始运转。洛阳城里最好的剃度师被连夜召进宫中，冰冷的剃刀贴着冯小宝的头皮刮过，黑发一缕缕落在金砖地上。一件用金线混合着孔雀羽毛织就的华丽袈裟披在了这个昨夜还在酒肆里与人袒胸露背划拳的混混身上。佛法的清规戒律成了他出入宫闱最名正言顺的隐身衣，但这还不够。白马寺的和尚依然是个没有根基的贱民。武则天的目光落在了太平公主的驸马出身河东薛氏的薛绍身上。
太后的懿旨送到薛府那天，宣旨的太监连腰都没弯，只留下一道让人毛骨悚然的命令：薛绍这个流淌着将门血液的皇亲国戚，被要求在宗祠里对着那个满脸横肉的冯小宝恭恭敬敬地行晚辈之礼。薛绍跪在祖宗牌位前，头颅死死贴着冰冷的青砖，后背的冷汗将厚重的朝服浸得透湿。他紧紧咬着后槽牙，喉咙里滚出一句变了调的叔父，将自己家族100年的清高碾碎在泥土里。从这一刻起，洛阳街头卖药的冯小宝成了一具过去式的死尸，取而代之的是皇太后用滔天权势凭空捏造出来的怪物薛怀义。他以高僧与皇叔的双重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权力漩涡的中心。武则天绝不会让一枚棋子仅仅停留在床笫之欢的浅滩上，他的目光早就越过了珠帘，盯上了那把象征着天命的龙椅。可儒家的纲常伦理里从来没有给女人留出通往极顶的台阶。既然儒家不给路，他就用佛法的刀劈开一条新路，而披着袈裟的薛怀义就是那把最趁手的刀。白马寺的偏殿里，无数僧人日夜研墨，灯油耗尽了一缸又一缸。薛怀义像一条护食的恶犬般盯着那些握笔的僧人，硬生生从故纸堆里抠出了一部《大云经》。经书里赫然写着当朝太后乃是弥勒佛转世，理应主宰天下。当这部散发着新墨香气的伪经呈到武则天面前时，她朱唇微起，赐下了广建大云寺的旨意。薛怀义的身份再次水涨船高，他成了万众瞩目的国师，被委任为修筑万象神宫的营造使。神都洛阳的工地上，数万名劳工的号子声震碎了云层。巨大的金丝楠木在粗糙的绳索下拉出一道道深深的折痕。此时的薛怀义头戴莲花冠，身披紫袈裟，骑着高头大马在洛阳的御街上横冲直撞。他身后跟着几十个剃着光头的凶神恶煞，这些披着僧袍的市井打手，连当朝大员的轿子都敢直接掀翻。那天历经3朝的宰相苏良嗣在宫门口与薛怀义的车马狭路相逢，宰相的仪仗不过是慢了半拍，薛怀义的马鞭就毫不留情地抽在了宰相随从的脸上，鲜血瞬间溅红了宫门的汉白玉石阶。苏良嗣颤抖着花白的胡须，跌跌撞撞地跪在武则天面前，额头磕在冰冷的金砖上，老泪纵横。武则天只是轻轻拨弄着手腕上的佛珠，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她漫不经心地派人传了一句话给薛怀义：阿师，你以后出入走北门，南门是宰相们议事的地方。这句话在薛怀义那颗被权力炮仗的脑袋里，被翻译成了女皇对他的无底线纵容，但在深谙帝王心术的老臣耳中，这却是一道冰冷刺骨的死亡分割线。薛怀义以为自己是这场盛宴的主人，却不知道当武则天披上那件绣着日月星辰的龙袍，改国号为周时，他的使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年近70的圣神皇帝不再需要那一具充满破坏力与野性的躯体来填补虚空。每当阴雨天气，武则天的膝骨缝里就像钻进了无数把细小的冰锥。薛怀义那种带着汗臭味的喧闹，只让他感到头疼欲裂。他开始频繁地将薛怀义挡在寝殿门外，取而代之的是太医院里一个名叫沈南坛的御医。这个人没有宽阔的肩膀，只会弓着腰，端着一碗冒着氤氲热气的汤药，踩着猫一样没有声音的步伐走进大殿。当武则天的眉心紧锁时，沈南坦那双常年捣弄药材的手会精准而轻柔地按压在她的穴位上。她像一道没有温度的影子，不会在大街上殴打朝臣，她只在皇帝需要闭上眼睛的时候，默默添上一炉安神的熏香。被挡在门外的薛怀义，双眼因为嫉妒和恐惧
熬出了血丝。他堂堂大周的国师，主持修建了明堂与天堂的功臣，竟然被一个只会端茶送药的老头子夺走了皇恩。市井无赖的狠毒底色在他身上彻底复苏。既然无法用温存夺回那个女人的目光，他就要用一场毁灭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公元695年的正月15，神都洛阳迎来了上元佳节。薛怀义倾尽心血打造的天堂，如同半截插入云霄的山峰，俯瞰着整座洛阳城的灯火。巨大的假卡佛像在琉璃瓦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幽光。就在百姓们仰头惊叹着大周盛世的幻梦时，一点微弱的火星在天堂的暗处悄然腾起，火势借着正月里的寒风，瞬间化作一条咆哮的火龙，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干枯的木料与华丽的帷幔。大火一路蔓延，将旁边那座穷极奢华的万象神宫也一并卷入火海。高耸的楼阁在烈火中发出不堪重负的断裂声，燃烧的巨木带着漫天火星轰然砸向地面，将洛阳城的半个夜空映照得犹如白昼。滚滚热浪扑面而来，甚至烤卷了数里外树枝上的残叶。武则天站在地势最高的高楼上，夜风将她的龙袍吹得猎猎作响。她身后的太监宫女们吓得伏在地上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火光在女皇深邃的瞳孔里跳跃，映照出明堂崩塌的壮烈轮廓。那个她亲手提拔的男人，用烧毁帝国图腾的方式向皇权发出了最愚蠢的挑衅。武则天盯着那冲天的火柱看了半个时辰，没有眨眼。她缓缓转过身，对跪了一地的内监甩下一句没有一丝波澜的话语，不过是阿诗给佛像换衣失了火，重修便是。随后她踏着被火光照亮的汉白玉台阶向深宫走去，明黄色的袍角划过冰冷的石面。那场烧穿了洛阳半个夜空的大火，最终只剩下满地焦黑的椴木与余烬。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几点冷雨砸在瑶光殿青灰色的瓦片上。薛怀义接到了一道女皇传召的口谕，他以为自己又一次赢得了那个女人的妥协。他没有带随从，甚至来不及整理被烟火熏黄的僧袍，急匆匆地跨过了瑶光殿高高的门槛。迎接他的不是女皇的温存，而是一群从阴影里走出来的粗壮宫女。她们手里握着捣衣用的粗重木杵，没有宣读任何罪状，甚至连一声呵斥都没有。沉闷的击打声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回荡，木杵砸碎骨头的声音被雨声掩盖得干干净净。薛怀义连求饶的呼喊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乱棍打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烂泥。一床散发着霉味的破草席被扔了过来，将这具曾经在龙榻上翻云覆雨的躯体草草包裹。一辆运送公桶的破旧木车停在后宫的偏门外，太监们捂着口鼻将草席扔进车厢。木车在青石板上压出一道暗红色的水渍，吱呀吱呀地消失在神都洛阳的冷雨里。此时的太极殿内，武则天端坐在龙椅上，听着底下朝臣们冗长的奏报。当身边的大太监贴着他的耳畔将薛怀义的死讯低声禀报时，他的眼眸里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他手中那把玩了半个时辰的玉如意稳稳地搁在了案几上。那个曾在洛阳街头大声吆喝的冯小宝，那个凭一己之力让宰相让路的薛怀义，就这样像一件穿破的脏衣服，被无声无息地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时间在洛阳城的更漏声中一点点流逝，太医院那个温吞的沈南捆也随着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药材味，在深宫的夹道里悄然病故。这股水一般柔和的陪伴，终究无法抵挡岁月在武则天脸上刻下的沟壑。当武则天度过她70岁的寿辰时，大周的皇权已经稳如磐石。但每天清晨，
当宫女举起巨大的青铜菱花镜时，她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眼角日渐松弛的皮肉。朝堂上宰相们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她不得不微微倾斜身子，才能听清那些关乎天下苍生的奏对。权力的顶峰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寒冷，她需要一件能证明自己依然拥有生机的东西。太平公主的步辇在这个时候踏进了长生殿，她没有带来奇珍异宝，只牵着一个面如莲花的年轻人。张昌宗被领到御座前时，大殿里沉闷的药味仿佛都被一阵柔和的微风吹散了。他没有薛怀义那种带着泥土腥味的蛮力，他穿着一件用百鸟羽毛织就的斑斓衣衫，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不染尘埃的轻盈。武则天的目光在这个年轻人脸上停留了许久。张昌宗从袖中抽出一支碧玉洞箫，幽艳婉转的箫声在空旷的宫殿里盘旋。这是武则天在晚年开启的一场审美更迭。她不再需要一团火来燃烧自己，她需要一尊精致的玉雕来麻痹对死亡的恐惧。张昌宗叩响了金砖，声音轻柔地向女皇进言。他说自己的兄长张易之才貌10倍于己，更是精通一门能让人返老还童的炼丹方术。炼丹这2个字精准地敲开了武则天心底最隐秘的缝隙。没过几日，张易之也被一顶软轿抬进了深宫。这2兄弟像2件完美的艺术品，一左一右地摆在了女皇的病榻前。长生殿的角落里架起了巨大的炼丹炉，朱砂与铅汞在烈火中熬煮出刺鼻的烟雾。张昌宗脸上涂抹着最细腻的珍珠粉，穿着雨衣在丹炉前翩翩起舞。年过古稀的女皇靠在饮囊上，浑浊的眼睛里倒映着张昌宗翩跹的衣袂。他下令让当朝最有才华的文人学士齐聚一堂，不写江山社稷，只写赞美张昌宗的诗文。名相宋之问提着子豪笔，搜肠刮肚地将张昌宗比作驾鹤登仙的王子晋。这不再是简单的男欢女爱，这是女皇用权力强行编织的一个自己即将羽化登仙的宏大幻梦。但这幻梦很快就从后宫的床榻蔓延到了朝堂的御阶之上。武则天设立了一个名为控鹤监的机构，让张氏兄弟名正言顺地执掌大权。表面上，这里聚集了天下的青年才俊编纂古籍，实际上它成了一个公然的男宠大本营。张易之与张昌宗脱下了轻薄的雨衣，换上了代表朝廷重臣的3品紫袍，腰间系上了光芒晃眼的玉带。他们开始插手朝政，凭借着女皇的宠信，将大周的官僚体系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天下的文人墨客不再苦读圣贤书，而是挤破了脑袋去奉陈府门前拜谒2位面首。魏元忠，这位历经风雨的刚直宰相，在朝堂上冷冷地盯着这2个涂脂抹粉的年轻人。他连多看一眼都觉得脏了自己的眼睛，更不屑于对这群弄臣卑躬屈膝。张氏兄弟的反击没有薛怀义那般粗暴，他们像2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在女皇的耳边吐出了最致命的毒液。他们借着一场边疆的战事，轻描淡写地向武则天告发，说魏元忠私下里议论女皇年事已高，不如早日传位于太子李显。李显这个名字是悬在武则天心头的一把利刃，老去与退位是他绝对无法触碰的逆鳞。一道圣旨连夜送达了宰相府，魏元忠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剥去了官服，带上沉重的枷锁流放边疆。老臣离京的那一天，洛阳城的风刮得刺骨，朝野上下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懂了这起冤案背后的政治信号，从此连手握重兵的武三思在遇见张氏兄弟的马车时，都会抢着上前为他们牵马坠镫。武则天病了，一种缠绵病榻的老年病将她彻底困在了幽深的长生殿里。
大殿的门窗紧闭，重重的帷幔将阳光挡得严严实实。浓烈的异域香料在香炉里日夜不息地燃烧，试图掩盖那股腐朽的衰老气味。外面的奏折堆积如山，但女皇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翻阅。张易之与张昌宗彻底接管了通往皇帝的唯一路径。他们站在长生殿的门槛前，成了这庞大帝国实际的守门人。前线的战报，百姓的饥荒，满朝文武的进言，全凭这两个年轻人的嘴唇一张一合来定夺。武则天以为自己依然掌控着天下，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被封印在水晶罐里的囚徒。然而权力这件衣裳，他们穿得并不安稳。每当夜深人静，听着榻上老妇人喉咙里传出的拉风箱般的喘息声，张氏兄弟的后背就会渗出冷汗。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这微弱的呼吸彻底停止，外面那些对他们恨之入骨的礼堂旧臣会将他们身上的肉一块块咬下来。他们开始像盲头苍蝇一样在朝中结党，试图在女皇驾崩前发动政变自保。宫墙之外的冷风里，真正的猎人早就磨快了刀锋。长安4年的冬天，洛阳城的空气仿佛都被冻结了。82岁的宰相张柬之在昏暗的密室里擦拭着尘封的铠甲。桓彦范、敬辉这些历经沧桑的老臣与掌握着禁军的李多作等人用眼神交换着生死的默契。他们无法容忍大唐的江山，最终沦落到2个靠吹箫和床荔枝欢上位的男宠手里。公元705年的正月22日，神都洛阳迎来了一个惨白的黎明。张柬之披上沉重的铁甲，手里紧紧握着冰冷的刀柄。500名全副武装的羽林军像一股黑色的洪流，悄无声息地控制了玄武门。禁军的战靴踏碎了公道上的薄冰，发出的响声在这座沉睡的宫廷里显得尤为刺耳。长生殿外那扇紧闭了一整个冬天的大门被粗暴的壮木轰然砸开，沉重的门轴发出嘶哑的断裂声。冷风夹杂着血腥子猛灌进这座堆满脂粉气的殿堂。张易之和张昌宗此刻或许正端着刚熬好的汤药，听到这儿如同闷雷般的甲片碰撞声，他们手中的玉碗瞬间摔落在金砖上，碎成了锐体粉。他们没有神仙的法术，更没有视死如归的骨气。这2个曾经高高在上的恒国公与叶国公，像2只受惊的鹌鹑一样，连滚带爬地往偏殿的廊柱后面躲藏。羽林军的刀光带着刺骨的寒意劈了下来，没有审判的唐威，没有宣读的罪状，刀锋切开皮肉的声音在走廊里清晰可闻，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溅落在雕花的廊柱上，溅染了垂挂在门前的珠帘。那股腥甜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冲破了长生殿里堆积了数月的沉水香和药渣味，这就是权力最真实的底色。张氏兄弟倒在血泊里，那2张曾经面如莲花的脸庞，此刻因为恐惧和痛苦扭曲成了惨烈的形状。寝殿深处81岁的武则天被外面的厮杀声惊醒，她撑着干枯的手臂，艰难地从病榻上坐直了身子。沉重的脚步声逼近张柬之、李多作，还有他那个懦弱的太子李显，穿着沾着血迹的铠甲，大步跨进了他的卧室。这些男人的眼睛里充斥着逼宫的狂热与紧张。武则天静静地看着这些闯入者，目光掠过他们刀尖上还在滴落的鲜血。她没有像寻常老妇那样发出惊恐的尖叫，也没有端起皇帝的架子降下雷霆之怒。她只是微微抬起下巴，用一种沙哑却异常平稳的语气向眼前带头的宰相问了一句话：那2个小子已经被杀了吗？张柬之的身体微微一颤，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面前，他竟然感到了一丝心虚。他低下头，避开了女皇浑浊却锐利的目光，干涩地答了一声是。
武则天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掺杂着血腥气的冷空气，随后缓缓吐出。他没有质问他们为何造反，也没有问他们想要什么。既然如此，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句话轻飘飘地落在沾着血迹的金砖上，却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了所有政变者的心头。他用这最后的几个字，将一场大逆不道的逼宫轻描淡写地化解为一次得到他默许的诛杀奸臣的行动。即使到了权力的尽头，他依然要用这居高临下的姿态来维持帝王最后的体面与骄傲。随着李显的继位，武则天被迫搬离了权力的中心，迁居到了上阳宫。当大周的玉玺从他手中交出的那一刻，那个强撑着帝国运转的精气神也瞬间抽离了他的身体。他以一种令人胆寒的速度干瘪下去。上阳宫的庭院里长满了荒草，再也没有人捧着华丽的羽衣和名贵的胭脂来讨他的欢心。几个老宫女默默地替他梳理着犹如枯草般的白发，镜子里那张脸布满了核桃般的皱纹和暗沉的老年斑。剥去了皇帝的龙袍，洗净了权力的脂粉，他终于直面了自己风烛残年的本来面目。在仙居殿那些漫长而死寂的下午，他或许会想起那些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男人们，那个如烈火般粗暴的薛怀义，那个如静水般寡言的沈南侃，还有那对如罂粟般绚烂却有毒的张氏兄弟。他们没有人真正爱过这个叫武媚娘的女人，他们匍匐在她脚下，贪婪地吮吸着黄泉溢出的汁液，而她又何尝付出过真心？她只是用他们的身体与青春来抵抗那场注定失败的与时间的战争。公元705年的11月，上阳宫里的红炉熄灭了最后的炭火，82岁的武则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道让人捉摸不透的遗诏，他剥去了自己大周圣神皇帝的尊号，要求以大唐则天大圣皇后的身份与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他脱下了那件不属于女人的龙袍，选择以一个妻子的身份长眠。在乾陵的风雨中，他留下了一块巨大的无字碑。那块石头上没有雕刻任何歌功颂德的文字，也没有留下任何自我辩解的辩白。1000多年的风沙打磨着平滑的碑面，仿佛是对所有试图定义他的后人发出的一声嘲弄。他把所有的爱欲、残忍、辉煌与落寞都埋进了一个不容置喙的空白里。夜已经很深了，乾陵上的荒草在风中摇晃，感业寺的钟声早就在历史的长河里散去。那些关于权力与欲望的博弈，那些在血腥与脂粉间交织的阴谋，最终都化作了史书上几行冰冷的墨迹。希望今夜的故事能陪你在无边的夜色里安然入眠。晚安。